败给精灵后，男人就夜以继日向奥丁学习肉搏术。如今终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。奥丁说过，徒手格斗是近距离搏杀中常用的技术，而安德知道更有效率的办法，就是利用自己的体型优势。看来这次是安德赢了，精灵中队长却很奇怪，人类的求婚还真够鲁莽的，还老是说这种话，安德非常苦恼。就在这时，精灵中队长突然反击，一把将安德压在身下，懂得用自己的优势对付敌人的弱势。精灵中队长看自己的未婚夫很不错嘛，安德严肃道：“我不是您的未婚夫，请您从我身上下去。”精灵中队长突然向安德道歉，因为他没能帮安德挡住难题。安德不明所以，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天气变暖后，战场上停滞的时间也会重新流逝。全面战争即将打响，阿兹本为了扳回一城，动向很是奇怪。为了应对他们的异常情况，那乌黎军也在准备战斗的过程中有了转变。新大队长由马克思继任。克拉伊斯意识到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。战争狂马克思是塞浦路斯麾下核心将校中的一名，是个名副其实的战略家。他知道阿兹本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，但那乌黎除了重甲和边防部队，其他士兵基本都是凑人头的流浪汉，唯一亮眼的就是屡屡立功的咒术破坏者。马克思不知道他是靠运气还是实力，必须证明一下。雷姆没想到大队长居然亲自下令让小队长去探查哈尼河流域的地形，安德这才反应过来，精灵中队长说的就是这件事。哈尼河在阿兹本的要塞城市十字城附近，独立小队新晋成员安里知道，那跟少城一样是以军事目的建立的城市，在这个节骨眼让小队长去那，就说明这是个谍报任务。除了小队长以外的所有队员都要听从新任分队长的指挥，在营地等待。而独立小队新任分队长正是德鲁。雷姆不怀好意着舔舐斧头，他有些奇怪，队里怎么进了只马扎？德鲁哆哆嗦嗦着表示，这也是大队长的命令，不服就上吧，我抱着追随安德小队长的信念，自愿申请加入这里，绝对不会离开的。雷姆看着马扎倒有点意思，奥丁要帮他浅浅的活动一下关节，杰森看砍掉一根手指应该没关系吧，麦格急忙让安德小队长劝劝他们吧，可安德却表示他们能主动进行对练，可是展现了极大的好意。安里知道些关于哈尼河的情况，他可以在明天出任务前力所能及的帮安德。次日清晨，安德整装待发，一起出任务的还有格莱姆。虽然他们都是小队长，但安德可不敢和王国的直属军队相提并论。这时格莱姆才知道安德已经30岁了，明明看着那么年轻，没想到比他还大。两人得先横渡哈尼河跟其他人会合，任务内容会由其他人进行说明。现在船夫还没来，格莱姆打算边休息边等，安德却拔出剑开始练习，对他来说这就是在休息。格莱姆看这家伙还真是勤奋，实力也得到了认可，而且长相帅气，还显得年轻。这么仔细想想，那家伙一个人未免拥有太多东西了吧？安德突然感觉到了杀气，不过看格莱姆的表情又不太像。之前在旅馆，格莱姆20战14胜，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停止变强，这可真是令安德开心的消息。虽然围剿鸟妖时格莱姆就感觉到了，但没想到安德会变强这么多。格莱姆只能使用秘密武器了，随即奋力挑开安德的剑，猛地握拳施力。安德判断这是拳头，又好像不是。格莱姆手里突然出现了一把刀，这就是他的秘密武器——袖刀。安德没有觉得这种阴招卑鄙，实在是太帅了，他也想学。不久后，靠岸的船夫疑惑：“你们还过不过河了？”格莱姆在船上继续说袖刀的要领，直到船横渡哈尼河，在去跟侦察队会合之前，格莱姆提议先去洗一洗身上汗涔涔的，然后他就又是一阵送人。安德这贪心的家伙，弄得别人真是羡慕。找过来的侦察队有些不满，今天内要到达十字城地界，还不赶紧行动？安德完全没感觉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。格莱姆让侦察队长倒是走开啊，不然他们怎么出去？侦察队长不屑，又没什么好看的，矫情个屁呀！不过当安德起身后，侦察队长顿时一惊，这家伙确实还蛮有看头的。我是侦察队队长菲恩，未来多关照。安德微微点头握手。说明作战计划前，菲恩先说一下目前的情况。安插在十字城内部的探子小猫说自己获得了重要情报，可之后小猫却杳无音信，应该是身份被发现，遇到危险。侦察队需要潜入十字城内部救出小猫。十字城前院是天然的魔兽之地，所以敌人不会安排很多人巡逻。侦察队规划的入侵路线有3条，第一是利用狗洞，那里是城内做非法交易之人进出的路，警卫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第二是夜晚翻过城墙，虽然会有些累，但是最安全的办法。最后就是伪装成商团混进去，虽危险但也最方便。侦察队员们考虑到小猫也许会出现，会到接头地点等待，去往十字城的只有他们3个。菲恩暂时决定由狗洞进入十字城。当晚安德还在练习绣刀，不过依旧屡屡失败。格莱姆疑惑，就这种资质究竟是怎么学会剑的？菲恩让他们吃了饭再玩游戏吧。侦察队有个梦想当厨师的队员，他做出的肉脯味道非常惊艳。那家伙的父母还在少城开了家店，有空可以去看看。话说回来，菲恩提醒别往那边去。安德知道那边有毒蛇，他提前跟猎户出身的安里学了学。菲恩没想到他准备的很彻底嘛，真是让人满意。要不要也跟我训练一下呢？用成年人的方式。没听懂话中意思的安德满脸问号。格莱姆建议他们别在自己面前弄那些，安德直接拒绝了成年人式训练。菲恩这才想起他好像在跟中队长交往，实在可惜。安德不明白这什么时候变成既定的事实了。
凝望着天上的2个月亮，安德逐渐进入梦乡。梦魇的身影隐隐约约再次出现，他似乎有什么话想对安德说。从精灵中队长道歉没能帮忙挡住难题就能看出，这次的任务是堵巨大的墙。潜入的时间在早上，毕竟就算警卫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不会对这种非法路径完全放任不管。他们应该想象不到会有敌人在早上明目张胆的进去，由费恩这个游骑兵打头阵。游骑兵因为要比其他部队抢先去探路，所以要具备轻装上阵、悄然行动的能力。费恩的脚步几乎没有声音，安德心想自己能模仿出来吗？可他还没进行实验，狗洞深处就出现一群抓老鼠的阿兹本军，这里早就设下了埋伏。费恩当即怒吼，突破包围冲出去。格莱姆和菲恩并不擅长以一敌多，这种情况下无法发挥全部的力量，两人很快就被围剿致死。虽然这确实是一堵巨大的墙，但安德不会就这么轻易死去，必须竭尽全力战斗到底。然而这次安德屠戮了很多敌军，他们的数量却越来越多，最终安德还是死在乱枪之下。他明白那么多兵力不可能是突然聚集的，这绝对是提前准备好的陷阱，敌军应该提前预测到会有敌人潜入。因此当菲恩准备好出发去狗洞时，安德提议还是去城墙吧，总感觉狗洞给人的预感不太好。格莱姆说明这家伙用自己的预感破坏过咒术，听他的不会有坏处，不过城墙要晚上去才安全。3人一下多出很多时间，安德主动提议要不要来一把。菲恩没想到他这道貌岸然的家伙原来喜欢白天做这种事。安德严肃道，我指的是普通的对练，菲恩的特长并不是剑，不如来场徒手比试。若敌军知道他们会潜入，即便选择其他路也无法避免会有战斗。提前掌握己方的战力应该会对安德有所帮助。菲恩勾手让他先出招吧。安德的策略和跟精灵中队长对练一样，那就是利用自己的体型优势。菲恩果然也被放倒，不过这次安德失算了，菲恩瞬间用出十字固将其压制。格莱姆立刻让他们到此为止吧。菲恩虽然体型娇小，但浑身都是紧实的肌肉，健身博大的实力确实不错，作为训练对手无比合适。安德兴奋着问要不要再来几把，他说的是普通的对练。格莱姆求他们能背着自己说这些。太阳下山后就该出发去城墙了，安德居然在身上塞了这么多武器，恐怕还没爬到一半就累瘫了。不过他有信心能背着这些上城墙。菲恩看安德还真是天真，他们要爬的可不止城墙，首先就要翻过那座石头山，想要爬上去确实不会容易。不过在安德面前从来都没有容易爬的墙。从魔法师洞穴出来时，为了代替碎裂的剑，安德曾捡了战利品回去。这些魔法道具哪怕只卖掉一个，都可以帮他从头到脚换整套新的武器。安德需要的是最好的剑，对他们这种整天打打杀杀的人来说，武器就是生命。弃剑于不顾从不在安德的选项里。率先爬上石头山的费恩无奈，他怎么就不听劝呢？剑的重量的确压得安德精疲力尽，但是面对极限只会让他的肌肉变强，而安德已经跨越了无数个极限，这种程度的挑战还无法让他停下来。终究还是成功了。菲恩看他还真是自讨苦吃。这时不远处传来狼嚎，狼人军居然在成群结队的行动，实在是罕见。3人也该紧张起来了。前面就是14城的城墙，前方根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。菲恩知道有2轮圆月升起的日子，反而因为街上太亮会让警卫们的注意力下降。趁警卫转逃的空隙，3人迅速冲到城墙下方，这比想象中还要简单。安德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总感觉已经被敌军发现了。菲恩抹了点灰增加摩擦力，城墙另一边就是贫民村，只要他们藏于其中，敌军就无可奈何。上去之前，菲恩建议安德减轻负重，爬城墙可比爬石头山难上1倍。不过安德没有采纳这个建议，这条路确实很安全，只要爬上城墙就能顺利潜入十字城，前提是这里没有埋伏。安德预想到城墙之上很可能会有陷阱，果然不出所料。等候多时的魔法师看他们真是辛苦，现在该休息一下了。无数藤蔓射向3人，菲恩呼喊往城墙下逃，而他甩出的斧头被魔法师轻松弄碎。突然出现的魔法师真是打得人措手不及，安德没有逃，反而悍然朝着魔法师挥剑。不久前他打赢过魔法师，只要利用好六感之门，这次也许能抓住魔法师。可是像杰森说的，要懂得利用好六感，但不要盲目信赖他。强大的对手有时会欺骗你的感觉，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魔法师。安德被无数藤蔓裹住，无法动弹，下次的2人也遭一击毙命。这些藤蔓太过难缠，安德根本就摆脱不掉。魔法师很欣赏他不逃跑的勇气，在说完自己是蔷薇藤蔓来杀，随着手指握紧，藤蔓急速收拢，将安德碾碎。就像士兵的实力都各不相同，魔法师的实力也不可能一样，是安德得意忘形了，沉溺于自己变强的事实，没去摸清对方的实力，就妄图对峙。梦魇问：现在看清自己的斤两了吗？妄图通过想让你感受痛苦的今天，不断变强的怪物，在绝对的高墙面前，你跟蝼蚁别无二致。安德却突然道谢，多亏了梦魇，他找回了初心，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墙。梦魇倒是要来看看安德遇到第3堵墙之后还能不能说出这话。
这次安德提议伪装成商团混进去，定期出入14城的商团要明早才会出现。安德明白，不跨越今天的墙是无法到达明天的，一定会有新的墙出现。趁现在的空闲时间，菲恩有个好主意，他让手下把剩下的好东西都拿出来。前方就是敌人的地界，居然还要喝酒。安德怀疑他们是疯了吧？菲恩直言，过分紧张才更没效率，状态一旦僵化，就会让眼界变窄。你的肩膀都僵住了，也该稍微休息一下。闻言，安德意识到，为了跨越极限，自己始终都在全力以赴，也一直觉得那才是最佳方式。但菲恩说的对，他一直囿于眼前，误以为只有正面突破才能跨越墙壁，还是放松下来，慢慢思考吧。不是只有挣扎才是唯一的答案，要忠于今天，忠于此时此刻，去认真打磨自己。黑夜逐渐降临，既然得到了顿悟，今天对安德来说也收获颇丰。之前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到达城墙，狗洞里有埋伏的灰狗部队，城墙之上则有魔法师。安德很好奇，这次会是什么阻挡前进？嘹亮的狼嚎声骤然响起，整个侦察队都是一惊。去城墙时看到的狼人群居然发起突袭，